本人的追求就是要平静嘛。我这辈子的要求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平静的走完这一世，不想要太多起伏，偶尔有点起伏还不错，感觉蛮良好的。不要太多，对，不要太多。最终的最终，我还是希望可以平静的走完。那如果什么姿势？对，但如果我假设我要平静的走完这一世的话，我必须要让我的。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嗨，我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的 Hank。你们知道出国旅行最令人烦恼的是什么吗？就是连上网路。上次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从英国到西班牙，每换一个国家就要把当地买的 SIM 卡拔出来，想办法收好，然后再换上新的 SIM 卡。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彻底改变我旅行体验的东西 Saily eSIM。想象一下，你一下飞机就能够立刻连上网路，都不需要换 SIM 卡，也不用找当地的商店，也没有语言的障碍。在出发前，只需要下载 Saily 的应用程式，从超过200个国家的当中的选项选择你要前往国家的数据方案，然后在抵达之前启用就可以咯。我最喜欢 Saily 的是，可以透过应用程式轻松追踪我的数据使用量，我再也不会在导航的一半的途中突然收到你已经用完所有数据的通知。最棒的是什么？他们的方案非常的实惠，特别是跟一般的电信商收取的国际漫游费相比。而且当我从 A 国家前往 B 国家的时候，我不需要重新安装新的 eSIM。 Saily 在跨国旅行当中无缝运作。你想在下次旅行中试试看 Saily 吗？这里有一个专属图书馆听众的优惠，前往 saily.com/drinkinglibrary 下载 Saily App， 并在结账时使用我的优惠代码 drinkinglibrary， 立刻享有 eSIM 方案85折优惠。再说一次 saily.com/drinkinglibrary 使用代码 drinkinglibrary 享85折优惠。相信我，你未来旅行中一定会感谢你自己。本期节目由 Saily 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 Hank。 大家好，我是婷婷。又要再来了。这样我不知道要接什么。又到了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不要，大家有时候听这个会听习惯的啊，你不要这样子嘛。哦，好吧，好吧，你不要逼我。好，不要逼我。我就想讲，你不要这样。好烦哦，你是不是不讲这一句不知道怎么开始？对，愁死了。好，来哦。不善于开场。我们今天聊什么呢？今天要来分享我最近人生的感受。哇，我人生居然会有感受，吓死人了！我被迫要分享，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的挑战了。妈的！因为我通常都是句点王，忽然要叫我讲一些我感受，好难哦！我跟你讲，新发现啊，你不是到2025的年底，你要变成一个全新的 Hank。哦，对，我人生有期许。我在 push 你前进。这样讲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好，那我要来提供一下我的新发现。提供你自己的个人新发现，你讲。但我怕我的发现讲得太短，大家就忽然这一集就5分钟就结束了。OK 啊，那我们这一集就5分钟啊，管他的。我最近有个新发现。好，你说。我发现。你发现？你到底有多少赘词？先讲结论，我喜欢结论先行。好，快点。人生不管你走得多快，对，那都是外在的啊。这个人有时候在这个江湖上行走，对，你所有得到的东西很有可能都是外在的。OK， 但是你的内在要想办法跟上啊，不然的话就会造成一个认知上面的落差啊，就是你的意识跟潜意识之中会有一个相对应的矛盾跟不和谐啊。我懂，我觉得那个症结点应该是在于意识跟潜意识。因为意识跟潜意识有一些人是无法分辨得出来的。对，它很细微，大部分人其实没办法分辨。对，因为大部分人都是靠意识在活嘛。对，可是他不会去发现那是自己的潜意识。对，而且还有更大多数的人其实是没有意识的在活的。对 ，OK。所以就是他还是有个前提，就是因为一般来讲，其实要活着很容易，那你也可以说活着不容易，都可以。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解释。你可以完全没有意识的活着。你也可以相对有意识的活着。但是等到你相对有意识的活着，你意识到你自己在意识什么之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潜意识其实是跟你想的是不太一样的。Good。所以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这是我最近发现到的事情。OK。那这件事很难
用一个例子去解释这个意识跟潜意识的差别。那我只能说，我最近体验到的事情是说，或许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采访过非常非常多的人，但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会让我感受到，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在这个人世间的课题，他有他这个世界的成就，然后你不管你感受到了什么，那都是外界的。对，最终的最终，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的诠释，就你怎么给你自己一个相对应的你在意的。不管是像可能上一集我们讲信念好了，或者什么 whatever， 你必须要给你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 settle down 的，你的内心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的。对，因为你知道本人的追求就是要平静嘛。我这辈子的要求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平静的走完这一世。我不想要太多起伏，偶尔有点起伏还不错，感觉蛮良好的。不要太多，对，不要太多。对，最终的最终，我还是希望可以平静的走完。那如果什么姿势？对，但如果我假设我要平静的走完这一次的话，我必须要让我的干嘛一定要这样？我必须要让我的意识跟我的潜意识是 aligned， 就是在同一个。可是它很困难很困难，这件事很困难。它很困难。那我觉得我这方面还做得还行。我觉得潜意识，因为它很浅。对，它超浅，沉潜在那个浅是很沉潜的，很深呐、对，埋得很深呐、有时候你没有去挖掘，你可能也没办法看得到那个东西啊。对，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因为像我们是已经活到一个人生到某一个阶段了，然后你慢慢可以去分辨这些东西，但很有可能活到这个阶段也。很多人也没办法分辨，对，我在想说，但是不是一个阶段的问题，它不是阶段问题，它很有可能是你有没有试着去理解的问题。但我不想把它讲得太玄。我跟你说，那个对我来说，应该也不是只有就是阶段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你有没有余裕的问题啊？有没有余裕？很多人是没有余裕，是真的，这是对，他可能被这个人生的现实拖着跑，对，就没有余裕啊。对，通常有余裕的人比较能够回来思考。对啊，像欧洲，你会不会发现欧洲人欧洲人比较有余裕，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拒绝工作太长的时间。他们就是觉得我想躺着之类的。对，美国人就比较辛苦，因为美国人属于爱工作的。对啊，美国人比较崇尚这个成功的价值，然后日本人比较在意集体的意识。对，就会相对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自己人生的境遇跟人生的挑战跟人生的发现跟人生的还有什么字可以比较形容这个是遇见。我可以用100个字可以形容这个东西啊，我可以用余光中一句话形容你刚刚说的东西。人人都在人生中，但发现人生需要特殊的视角，甚至需要特殊的仁慈。这句话我已经不知道很小的时候读到的，可是你知道那个很重要的是人人都在人生中，确实，可是发现人生需要特殊的视角。像尼采他就说其实没有真相这种东西，它只有视角的问题。对啊，然后我觉得视角这件事情其实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似乎人必须要有余裕才有办法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某一些事情，这个我是相信的。就像我觉得我们作为每个礼拜在创作 podcast 的人类，某个程度上我们是相对有余裕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人。可是呢，我觉得更好的一件事情是尊重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视角。你可以试图的去理解，你也可以理解之后 diss 他，没问题。可是他就只是跟你的视角不同而已啊。是啊，我知道你要讲什么。In the end 就是这样啊。就我们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哇，这是大战对，战到一个不要不要的。我不能说任何一方在战是没有道理的。对，我不会这样讲，我都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但因为我看了大家想尽办法去争取他们自己想象的人世间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就会更理解说，其实真相有时候可能没有你想象的中这么简单，然后
你会有更多的宽容，或者是你会更多理解。那很有可能你理解够多了之后，你不会这么的轻易的去评断一个人，或是不会这么轻易的去把一个人说的毫无价值可言。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我尽量避免的，因为我总觉得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价值。我总是用这个当做开头，但还是有些人糟糕了，是真的。我觉得看那件事情是什么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它是这个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啊。可是我很少看到人在讨论结构性的问题。对，那它就会变得无解。如果它其实是一个真正必须解决的是这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对，你去讨论个人就没什么意思，它就没什么意思啊。对，我对，没错。有很多时候，其实他必须要去看说，如果这么多人都拥有同样的情绪，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情绪它是社会集体意识的受到压迫所产生的反弹。对啊，我最近看到很多状态是这样，这个反弹其实不是因为你个人太过于激进，很多时候不是，而是这整体的架构就不适合个人存在的发展，所以大家会起来。不管反抗也好，或者是靠北也好，或者是想办法去 diss 别人也好，或者是 whatever， 它就是一个压迫的状态。但可能太多人关注到于你个人所承受的压迫，但比较少人去关注这个社会集体受到的压迫，因为那个可能框架比较大嘛，对，你没办法代替这个社会去做一些解释。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些社会学家或者是什么，因为它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对。它有很多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挣扎的问题，就是你需不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的问题，这个社会的期待的底线是什么？对我们可能就人必须要活在这个社会的时候，你不能够期待这个社会所有人都理解你，但至少你不能够做超出这个社会的底线的事情。是。大概的状态应该是在聊这个状态。那至于你个人是不是存在在这个社会上很挣扎，我觉得只要你不触犯这个社会的底线，你的挣扎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如果你超出了这个东西，你的挣扎大家就没有想要理解。我会用这样的角度去诠释这个事情。最近在思考的事情，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到我最近的体会，我总觉得人类都是用意识在过活，或者是没有意识在过活，然后很少去理解到自己的潜意识需要什么，很少去理解我的潜意识跟这个意识有没有跟上，很少理解我的意识跟没有意识当中有没有差距。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在这个阶段，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叙述会是，我会希望我自己是在没有意识跟有意识跟我的潜意识当中，我尽量能够做到内外合一。譬如说，我没有真的想要负责任的言语，我不要讲；我没有真的想要骂的人，我不要随便的去骂他。我不要去做那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我不要我讲了一句话之后，我接下来会后悔。我不要我现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接下来20年我不想要承认它。就是我会希望我自己是由内很内的内，到看起来外界，看起来到更外面，看起来是一致的。因为我总觉得这个是对我自己来说是相对比较负责任的状态。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因为那个是我可以承受的，可以扛得住，我可以扛得住的。就是如果我今天不小心骂了某一个人，然后我自己可以扛得住，那我就觉得 OK， 因为或许我真的想要骂他。Whatever， shit，sorry， 这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打破杯子。你就是很喜欢把它推到这边来，然后你的手就在那，然后我就不知道你有什么压给的人生，赶快就拿个抹布。我跟你说，在经历了这一场把杯子打破的意外之后，我就忽然想到，我们前面2集跟那个流氓阿德在录节目的时候，他忽然说，他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意外，
所组成的。我觉得我们来宾就是一直不停地在提醒我们，人生要注意一些事情啊。我想你就是很诡异啊，怎样？你明明知道你手在哪边挥，然后你就是硬要放在你那个手在那边挥的地方。真的，就后来就把玻璃打破了，杯子打破了。真的。话说，等一下，怎样？我怎么觉得我手流血？真假的？你不要再去摸那个桌子啦。那里？对啊，你真的你被玻璃流血了吗？啊，我想搞什么鬼？就是我在捡玻璃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我认真觉得啊，我嫁给你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怎么说呢？你看你打破杯子，但被刮伤的人是我。然后有一次呢，你车子没油。然后我们就车子抛锚在中华路1段。哦，我知道西门町那个最热闹的街口。而且呢，那天我记得还蛮热的。重点是1很热，2车子没油。然后呢，我们是第1台在等红绿灯的。然后呢，我们车子抛锚了，再发不动了。对。然后他就叫我去把那个后车厢打开。对，让后面的车知道来车不要来这个车道，对，直接去别的车道这样。对，以示来车。然后一打开之后呢，就有一个购物袋啪就飞出去了。然后他就说：“你赶快去捡啊！”我心里想说，为什么不是你去捡，而是我去捡？可是我就听到这个指令之后，我就真的下去捡了。然后它飞到哪里呢？我们是在快车道，对不对？它有3线道。对。然后它飞到隔壁的那个车道。然后那个时候还是绿灯，所以所有的车都会一直前进这样。然后就叫我去捡我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捡它。我心里想说，哇塞，嫁给这个人真的命要很大而且不是车子坏掉哦，是车子没油，他就是懒得去加油。真的，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快说，我要去擦药。就是如果以一般的人你要去理解这个荒谬的故事，它其实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有可能你今天过的人生很顺遂，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明天，譬如说你的人生掉到了谷底，或者忽然遇到了某个意外，该求救的时候还是要求救。怎么会是这个结论？不，我的结论是这个为什么不行？这个结论所以你今天的新发现就是这个结论吗？我今天的新发现是说，平常的时候要想办法让你的身心灵合一。就平常有余裕的时候 ，OK， 但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自己都 carry 不了自己的时候，没有办法 cover 自己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很有可能只是求救。所以其实不管你平常在做的这些努力，跟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做的这些努力，它没有优劣的分别，而是你在当下所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是你有余裕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把你的意识跟潜意识想办法 align。你遇到真正 trouble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求救。真正最大的问题，我看到的是这2个。OK， 就是你对你现实的判断并没有处在一个合理的处置上。所以我比较想要说的事情是，如果你现在是 in trouble， 你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你已经疯掉了，你已经快要不行，你该求救的时候就求救。我觉得那个事情没什么好丢脸，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你爱自己的证明。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很爱自己的话，你必须在你有余裕的时候想办法让你自己跟你的内心深处是尽量的做一定的平衡。简单来讲，就是我今天讲的所有的东西，如果要用5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听起来超无聊的，干。但我跟你说，如果这一集是我要讲我的内心的发现的话，大概的结论都是大概5个字之内就可以解决了。然后我们还要拖这么久？对，然后我们录了我们这集录了多久？我们这集录了20-30分钟。其实他没有讲任何道理，他真的要讲的东西就是人生
就是预防重于治疗。但你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人生大概就开始会有点无聊，因为它不会有什么起伏。哦，那你这一集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啊！什么？我突然觉得说，我真的是用我的意识在发掘我的潜意识。我都没有在管别人。但我某个程度上，我换一个角度去诠释你在做的事情啊。OK， 所以你是靠八字在活的人，所以你是等到你快要死掉的时候，你就赶快治疗一下，你赶快死掉，快治疗一下。所以你在死掉跟治疗当中，你有很多的体认，但是你没有在预防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这不 OK， 不 OK。好吧，所以你如果像我的个性的人，你就平常没事稍微治疗一下，预防一下。我跟你说，那如果像婷那个个性的话，你就靠八字在活，就靠八字在活就好。那你也会发现你死不掉啊！我忽然想到一首歌，就是人生啊，亲像走马灯。你真的是都靠走马灯在跑的人，每天在跑。哎呦！但是我跟你说，我可以理解你讲的那个意识跟潜意识啊，我真心理解。但是我觉你刚刚说有些人是没有意识在活着的，我也可以理解。对，那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有意识在挖掘潜意识的人。就我只能这么说，可以这样讲，因为我只要发现我的潜意识，你知道，通常都很可能是直向的，或者是相反的，或者是你需要过一个回转道，你才会看得到啊。你有好多形容词可以形容你这个对啊这个状态，或是右转，或是左转，哇，突然发现一个什么这样子。对，这个真的也是我们在跟过年的时候跟卢建章录的那一集。对，他忽然在解释，他在解释什么东西啊？他在解释说你怎么去形容你的人生吗？还是对？他说可能就是有意识吧。对啊，我觉得这件事也蛮有趣的，因为它刺激我蛮多的思考。然后我忽然发现有意识这件事情，因为意识跟情绪是不一样。对啊，这跟我最近在看的书也有关系。我最近在看说情绪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忽然发现人有情绪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但是有意识是一个你选择后的结果。所以可能我们如果今天要在我们现阶段有的词汇去结束这一集的话，就是希望大家都是用一个有意识的状态去理解你现在在这个人世间的苦难跟折磨之中，用一个你自己可以诠释的方法去理解你所现在的处境。OK， 那 in the end， 我要告诉你，你刚刚说的情绪，你是不是常常说我是情绪富翁？对啊，对不对？对，那个就是我挖掘我潜意识的地方啊，真的，对，没错，对啊，潜意识其实都跟情绪是相关的，因为对啊，情绪其实是你没有办法刻意的去影响的东西，没错。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事情，你感受到生气，那都是真的。对，你有就是有，你没有就是没有。你感到开心都是真的，对。但你要去思考多一层的东西，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情绪？对啊，你为什么会生气？你为什么会感到愤怒？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不爽？或者是简单来讲，或是你为什么会感到好羡慕哦？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说，我说有情绪是没问题的。对，真的有问题都是你的解释。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绪？你必须要去挖掘它。这个其实是我潜意识。情绪是我挖掘潜意识的地方，所以你有情绪来了，正面对它。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一直不停的去问你自己，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于不管你讲心理的健康也好，或者是你怎么可以自洽，或者是你可以找到心里面的平静来说，对我来说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从你的面对这个世界会得到的一些反馈，可能就是你的情绪，因为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被送，对啊，会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情绪，对，那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对，你怎么样去在这个真的东西，就是我们讲的说，在这个事实里面去理解到你的诠释，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还蛮重要。
很重要。我最近就在练习这个东西。突然之间，我最近只有想一件事而已，是吗？就我明天要去游泳。就是你之前就一直逼我去健身，对然后我的意识就告诉我说我需要运动，对，所以然后我就跟着 follow 你去健身。然后后来发但是现那个你知道吗？我其实每一次在运动的，在跟你一起用健身的时候，我就是潜意识有一些情绪，就是我不舒服，我就是很讨厌这件事。因为那个健身本身不是一个自由的运动，它就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健身本身是一个非常自律的运动，它不是一个自由的运动。对，反正 anyway，它就是对我来讲很烦，我很不喜欢在那边的这种，我就是觉得哼哼哈嘿，对我很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没有耐心所以选择你相对应适合的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对，反正就跟上一集讲的一样，我一直在追求一个适性发展。对，还是讲了一个让天赋自由。好，再见。我们最后的结论都很简单，其实到这个我们可能讲100集都差不多的内容。好了，拜拜拜拜。对，我这集有讲到45分钟。